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。上集中，我们终于了解到水才是真正的斯芬克斯。小爱回看这集时，感觉有些黑暗、血腥和暴力，不知道有没有吓到宝贝们。这集我们将继续进一步揭秘小诗。大家都知道，鼻子是脸部最突出、最重要、最明显的五官器官，它好不好看呢？直接会影响到一张脸的颜值，也是一个人的财库。可是小诗怎么没有鼻子？有人说是1798年，当法国的骄傲拿破仑侵略埃及时，看到我们的小诗庄严雄伟，仿佛在向自己示威，于是一气之下命令部下用炮弹轰掉了他的鼻子。可是这说法并不成立，因为早在拿破仑之前就已经有关于小诗没有鼻子的记载了。也有人说是500年前被埃及国王的马莫留克兵当靶子练习给毁掉了。还有中世纪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朝圣游客砸坏的说法，这到底是谁干的？马克纳雷进行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，认为这是在公元前3到10世纪之间有意用工具破坏的结果。考古学家检视小诗的脸部显示是长棍或者凿子被敲入了鼻子区域，一根在鼻梁下方，另一根在鼻孔下方，然后用力从南方撬动鼻子，导致1公尺宽的鼻子脱落损毁，至今仍然消失，音讯全无。阿拉伯历史学家威尔马克里奇在15世纪将小诗鼻子的遗失归咎于来自苏菲主义穆斯林穆罕默德的破坏。据说1378年，当他发现当地的农夫向小诗献上祭品，以祈求丰收以后，感到特别的愤怒，并决定要摧毁小诗的鼻子。最终，他因破坏罪被处以绞刑。除了失去了鼻子外，人们认为小诗上还可能拥有一个仪式性的法老胡子。埃及学家瓦希尔多布列夫指出，如果小诗原本就被雕刻出胡子，那么在它掉落的时候应该会损坏雕像的下巴。现在看来，雕像下巴没有出现任何可见的损伤，这就支持了他的理论，即胡子是后来添加的。胡子脱落后4分5裂，现在在埃及博物馆存有2块，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存有1块，现已归还埃及。想必智慧的宝贝们都早已经发现了，小诗的2个前爪中间立了一块高约144厘米、宽40厘米的石碑，石碑上刻的图文翻译大概是这样子：3400年前，有一位叫做图特摩斯4世的古埃及法老，带着他的护卫外出打猎，追踪猎物时搞到精疲力竭，他就随便靠着一块大石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很神奇的梦。在梦中，他发现有一位崇高而威严的神在开口与自己说话，就好像一位父亲与自己儿子说话一样。他说道：注视我，看住我，我的儿子图特摩斯，我是你的父亲荷鲁斯戴姆艾赫特拉阿图姆，我将把这片土地上的王位赐予你。看啊，我现在就像是一位病人，所有我的四肢都成了废墟。我曾经屹立的这片黄沙，现在却快将我掩埋。我是为了让你照我心里想的那样去做，才一直等待着。我感觉这个神说话很有水准哎，一般人听不懂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快帮忙把我挖出来，以后王位就是你的。这又是一个法老内定的故事。请问民主自由在哪里？可不敢胡说。当时的图特摩斯4世还不是法老，他只是法老的其中一个儿子。于是他醒来后也觉得这个 deal 很好，我无论如何也要当法老。所以不管3721，立马下令手下去他睡的地方挖。果然他的梦是真的，底下埋着一个巨大的小诗石像。而梦中的预言也实现了，图特摩斯4世如愿的当上了法老。你看，出来混就是得有诚信。于是为了感恩和纪念这一切，图特摩斯4世就在小诗的2个前爪中间立了块石碑，并把这个故事刻在上面。这个石碑也因此被称为祭梦碑。石碑的上半部分分成2部分，展现了图特摩斯4世右边拿着焚香，左边拿着酒，向赫鲁斯以小诗代替献上祭品的场景。如果故事是真的，那么小诗真的就太神奇了。历史学家认为，祭梦碑是图特摩斯4世玩的花招。
目的是宣扬自己继承神权王权的合法性。原来图特摩斯四世是阿蒙霍特普二世与提亚所生，但他并不是阿蒙霍特普二世 originally 所选定的皇权继承者。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图特摩斯四世驱逐了他的兄长以篡夺王位，并用继母碑来证明他这段出乎意料的王权的合法性。又是一个借用君权神授的伎俩。大部分学者认为他统治了埃及10年，从公元前1401年到公元前1391年。最近一位帝国理工学院的外科医生分析了图特摩斯四世以及其他第18王朝法老们，包括图坦卡门和阿肯阿顿的英年早逝。他发现他们的早逝有可能是家族性额叶癫痫的结果。这个癫痫症所导致的强烈精神幻想和虔诚，能够解释图特摩斯四世过早的死亡和他在祭梦碑中描述的宗教幻象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梦是个幻觉。但是，是不是疯子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？到底是庄周梦蝶，还是蝶梦庄周？据说当时图特摩斯四世在靠着石头做梦的时候，他的随从找到了他，并且看到了惊人的一幕。2束很亮的光照在图特摩斯四世身上，随着光线望向天空，他们看到了2个好像眼睛的东西在空中闪烁，他们并称之为神的眼睛。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画面。试想一下，那个年代还没有任何飞机之类的飞行器，也没有激光，而且当时还是白天，怎么会突然出现2束这么神秘的光呢？在图特摩斯四世往生以后，小室因为地势比较低，一次又一次的被沙土掩埋，直至肩部，在撒哈拉沙漠的地平线上只露出一个奇怪的头颅。人们把它从沙土中最后一次刨出来，重见天日，仅仅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考古界主流观点认为，小狮建于公元前2558到2532年，应该是胡夫或者卡夫拉，或者又是卡夫拉同父异母的兄弟雷基德夫法老所建。但是除头部外，整个尸身都出现无可争辩的水浸现象。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横向的由大水形成的梯级条纹。据史料记载，埃及曾多次受到海水和尼罗河特大洪水的困扰，最后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1万年前左右。由此可推断，如果小狮受过水潜，那它一定是在洪水发生之前建造的。此外，雕像的岩石里沉积了大量的海底生物元素，据此推断，这里在数百万年前不是高原，不是沙漠，而是海底。所以小狮应该不是近代法老所建，那是谁建的呢？美国著名的预言家艾德加·凯西曾说过，他的前世是古埃及的高级祭司，在他的前世记忆里，狮身人面像是12490年前建造的。他还说，在他的左前爪下面有个密室，密室里面藏着一个古老文明消失前所有的秘密。而更加巧合的是，1万年前的这个时期，在古埃及文化中就被记载为人神共处的黄金时期。至于那个时期是人类还是传说中的高等文明，就不能确定了。那亲爱的宝贝们，你们觉得小狮芳龄多少呢？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，我们可以百花齐放哟。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小狮身上不均匀的退化现象，身体的最底部包括腿部是坚硬的岩石，身体部分直到颈部则较软，所以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。头部雕刻的那一层岩石还十分坚硬，多年来除了大水冲刷，再加上刮风下雨，地下的水分向上蒸腾，渐渐的小狮的头颈、背胸、表皮不断的剥落，身体明显的消瘦了。所以在1931年到1989年，小狮经历了6次大型的修复活动。一开始埃及政府用类似原来的实质的石灰石贴在它的外表，以防止继续脱落，但是效果十分不佳。脖子上现在看起来都很奇怪，这也对小狮造成很大的损伤。后来他们又尝试注射化学物质，用氢氧化钡溶液渗入石像，同碳酸钙起化学变化，从而产生一种坚固的物质。可是治疗过的地方照样脱落。再后来，埃及政府竟然没有使用推荐的石浆，
而使用了会严重损害小式雕像的石膏、水泥，甚至还移除了古埃及、古罗马时期的石头。结果这些本应当被当成文物保护的石头，到现在都没有被保存下来。由于前6次修复技术和用料的严重失误，竟然使小式雕像面临倒塌的危险，连头部也可能断落，好恐怖啊！现在的它表面上出现了各种材料，在视觉上有很大的违和感。埃及政府在文物保护问题上实在太不用心。所以大英博物馆虽然说是打砸抢来的，但是也有 byproduct， 就是把世界文物都好好的保存了起来。终于，有一天连全世界也看不下去了。于是在1989年，由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，利用现代化技术，使用了12478块古砖，耗资250万美元，历经10年，对小式雕像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复。埃及方面宣称，此次修复将确保小狮能在安稳矗立5000年。不过这话你可敢信？小艾建议还是早点去看小狮吧，不然留给你的就只有乞丐服的赫鲁斯了。如果大家想要第一时间收看我最新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！